朱元璋早年没做皇帝的时候，还是尊重过文人的。他自己出身卑微，没读过书，便羡慕起文人的本事。直到有一天，朱元璋听到有人对他说，文人也不能过于相信，太相信了会上当的。一般的文人好挖苦毁谤，拿话刺人，譬如张九思一辈子宠戴儒生，好房子，大薪水，3日一小宴，5日一大宴，把文人捧上天。做了王爷后，要起一个官名，有人取为世成。朱元璋纳闷说，这名字不错呀。那人说，他是上大当了，孟子上有事，成小人也。把这句话重新句读，就成了世成小人也，骂他是小人。他被人叫了半辈子小人，到死还不明白，真是可怜。朱元璋听了这番话，觉得正中痛处。他先前最喜欢读节庆时各府衙城上的祝贺表笺，这些表笺全部是请学校里的老师代笔的，每篇都文采斐然，里面花团锦簇的文词，无一不是称颂他的话。老朱是越看越喜欢，但听了张士诚的故事后，朱元璋再看那些表笺，便觉得上面是笑里藏刀，拐着弯的骂他。一怒之下，便把写出这些表笺的文人一概拿来杀了。朱元璋颁发的大明律上并没有规定文字上的禁忌，行不可知则微不可测。在明初，因为几个字而被抄家灭族的文人不知凡几。朱元璋的禁忌含义非常广泛，他以前当过和尚，和尚的特征是光头，因此不但光秃这一类字犯忌讳，就连僧这个字也被讨厌。推而广之，连和僧字同音的生字也不喜欢。他早年是红巾军一员，被元朝称作红贼、红寇，因此不管是贼还是读音相像的则字，在朱元璋这都是很刺眼的名词。桂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为了不去明朝做官，各剁去左手大指。为什么没了手指就不用做官呢？古时官员被视作引领百姓的楷模，要求面相周正，身体没有残缺，长相太丑太怪的都不配做官。夏伯启叔侄的行为被视作反抗明朝统治，被拿赴京师，由朱元璋亲自审问。朱元璋气呼呼地发问：昔世乱居何处？他们回答说：红寇乱时，避居于福建、江西两界间。不料红寇这词正刺着皇帝的痛处，朱元璋一怒之下，命令将他们押回原籍处决。文字狱的著名例子还有许多，比较严重的有魏氏县教育许元作万寿贺表，其中有一句体前法坤，早是太平。法坤是发坤，坤即剃发的意思。今天有本穿越明朝的网络小说叫《临高启明》，主角因为留着现代的短发，便被明朝世人讥讽为坤贼。坤贼一词可以说狠狠踩了朱元璋的雷区了。还有德安府县训导杭州教授许一奎贺表有光天之下，天生圣人，为师作则。朱元璋读了大怒，说：生者僧也，骂我当过和尚；光是剃发，说我是秃子，则读起来像贼，是在骂我做过贼，立刻逮来杀了。剩下的例子还有很多，数不胜数，这里试举几例。文字狱从洪武17年到29年1384至1396，前后经过13年，最后死的人太多，吓得礼部官员魂不附体，求皇帝降一道表示，使臣民有所遵守。渐渐的才没人去触犯明太祖朱元璋的忌讳。我们先前的影片中提过的高启，被后人视作明朝的李白，他做过一首题宫女图诗，有云：小犬隔花空费影，夜深宫禁有谁来。朱元璋以为是讽刺他的，恨在心头。苏州知府尉官改修府志被杀后，元璋知道上梁文又是高启写的，就愁新罪都发，把高启腰斩。明初的著名诗人吴中四杰，高启、杨基、张宇、徐奔，没有一个是善终的。朱元璋晚年最喜欢的才子谢晋，有一次奉朱元璋的命令，要老实评价一番皇帝的功过，于是上了一份万言书，用以委婉，所说却全是事实。比如他说朱元璋强迫文人做官，做了官再屠杀，简直像取之尽锱铢，用之如泥沙一样。稍不如意便下刑部，一进刑部是没有冤枉可诉的。而且不但罚延吉寺，连儿子一起杀，甚至妻女也不免受辱，被充作官妓发配。话说到最后，谢晋也怕把朱元璋得罪了，
便说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，而不知皆臣下之伐忠良也。意思是天下人都骂陛下好杀人，不知这是因为臣下没一个忠良好人呀。谢晋这么说，只是行文技巧，不想给上位者太难堪而已。朱元璋倒是受用这一套，读了后连声夸他是才子。朱元璋作为大明帝国的第一代皇帝，从小失学，虽然曾经在皇觉寺混了一些日子，从佛经里认了几个字，后来队伍里多了几个读书人，跟着他们刻苦学习了一阵子，发迹后更是请了许多文人学者来讲学。可到底根基差，加上心虚护短的自卑心理，凭着有百万大军的威风，滥用权力，就随随便便杀了许多文人，造成明初的文字狱。他的自卑心理另一现象就是卖弄身份。朱元璋的出生可以算封建帝王中最卑微的。刘邦号称白手起家，可他的起点是汉朝的亭长，相当于今天的一个派出所所长。朱元璋的出身和祖先都没什么可夸耀的，为了怕人讪笑，索性强调自己没有根基，不靠祖宗先人基业起家，纯粹是自己赤手空拳打出的天下。朱元璋在口头上，在文字上，甚至在正式的诏书上，总要反复强调正本怀幼不一，或者将佐不一，以及匹夫出身寒微一类的话。强烈的自卑感表现为自尊，正本不一说的是事实，然而不断的反复的述说事实也成了一种卖弄。况且朱元璋左一个不一，右一个寒微之类的话，自己说了很多，却绝不许别人这样说，一说就以为是挖苦他，又要引发一场血案。其实朱元璋又何尝不想攀一个显赫的祖宗，只是怕被人点破，不好意思罢了。据说他和一批文臣修家谱的时候，原来打算拉宋朝的朱熹做祖先的，恰好一个姓朱的典史来朝见，他和朱熹一样也是徽州人。朱元璋打算拉本家，就问他：“你是朱文公的子孙吗？”这人不明底细，又怕撒谎会闯祸，只好回说不是。朱元璋一想，区区的典史尚且不肯冒认别人做祖宗，堂堂大皇帝又怎么可以？而且几代以前也从没有听说和徽州有过关系，他白给人做孙子倒不打紧，若是不幸被识破了，落一个画饼也不值得，只好打消了这念头。其实朱元璋早年间也敬重过文人，事实上朱元璋的天下若少了文人的帮助是断断拿不下来的。早年助朱元璋打天下的文人，出名的有宋濂、刘基、李善长等人，然而还有一个人鲜为人知，却是朱元璋最敬重的。这个人据说叫秦从龙，他为了躲避元末乱世，隐居在镇江。朱元璋先后派徐达、朱文正和李文忠拜访，请他出山。老朱还亲自到龙湾迎接，事无大小都和他商量。卢陈中礼遇优厚，没人能比得上，最为亲信。还有一人叫陈玉，朱元璋做吴王时，他就推辞了官职。等朱元璋称帝后，此人3次辞翰林学士，又辞中书左丞，辞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大学士，辞太常少卿，最后又辞做礼部尚书。无论什么官职都无法打动他，朱元璋没办法，要派他儿子做官，还是不肯。他在左右劝少杀人，替得罪臣僚说好话，密谋密计，外人无法预闻。他越是不肯做官，皇帝对他越敬重，见面称先生或君子，崇礼在勋戚大臣之上。他不做官，反而被朱元璋信任尊重，能平安善终。相比起刘基那样被毒死，宋濂那样暮年折死，称得上善于谋生了。除了秦从龙，还有一人名为田心，也是朱元璋渡江以前幕府里的主要人物。朱元璋打下金陵后，他便隐遁江湖，元璋多方设法寻访都不肯回来。洪武3年，又派专使以手书敦劝说，秦辞恳切到家，还是不理。此人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若历史上真有其人，可以说第一流人物，也是最了解朱元璋性格的人物。